就是最近的美股市场是不是出现了一个反弹行情？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的走势在此前是不是下跌了2周时间啊？有些朋友呢就比较尴尬，之前的上涨反弹没有及时的去把握，没有及时的去买入，而后买进的时候呢，已经是到了一个高位啊。那么在高位，甚至有朋友呢刚好是重仓啊，以为呢行情要创新高，但可惜市场紧接着调整了2周啊，而后续呢，在这波下跌当中，可能又亏损离场啊，或者说赚的比较少啊，获利呢大幅回吐，而后这一波反弹当中，可能也并不能够及时的去抄底交易。好，那么如果这个位置是风险，有可能又会重复之前的行情，重复之前你的操作，可能又会在一个相对的高位，出现一些风险，但是你却没有发现。所以阿哲呢，今天会通过蜡烛图的角度，我们就只看 K 线，怎么发现市场中存在的风险和机会啊？我们今天第一部分就会教大家怎么看 K 线，发现上涨中的风险，以及怎么看 K 线发现市场下跌中的机会。市场的底部和顶部其实有很多的分类啊，一般我们就会分为什么呢？政策底或政策顶啊，或消息面的底和消息面的顶，那么以及技术面的顶底的出现。那么这3种顶底，如果说其中哪一种是最好去把握，并且散户能够买得到、卖得到的顶底的，那必然是技术面存在的顶底。那你会发现，消息面一旦发生变动，政策面发生变动，产生的顶底，很多时候散户是很难及时去把握的。好，那么欢迎呢各位朋友们来到直播间，阿哲呢今天是周天刚开播，本周呢的唯一一场直播，希望大家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呢，我们今天可以好好的交流学习。如果你现在到直播间了啊，那么你能够听得到阿哲的声音、画面一切正常的，我们可以做个签到的活动，可以吗？大家来，如果声音画面都正常 OK 的，你在认真听课的，可以回复一个1啊，告诉阿哲你来了，让阿哲看一下有多少是老朋友，有多少是新朋友。那比如说像近期的像这一波反弹行情，是不是在消息面上，在信息面上有出现一些异动的时候？是哪一天啊？是不是这一根大阳线的时候？这根大阳线盘中还有下跌，当时因为一些经济数据的不佳，导致开盘有些急跌，但你会发现后面又好转了。所以你会发现的是，如果你通过消息面、通过政策去分析的话，那么这一天可能才能够成为你的本次反弹、本次交易的买入机会啊！你可能会买在一个相对当天的高点，而后呢能够吃到后面的2根阳线，你就已经是本次行情中不错的一个交易者了啊！这是散户而言。那有些散户朋友可能这一天不敢买啊，第2天呢反而才敢买，那么可能就只有1根阳线的利润。那么如果你学会了技术面去把握行情，那么你甚至呢可以在低位的时候就抄底买进，就可以把握这一整轮的行情。那么有朋友可能会觉得，阿哲你是不是又在吹牛，是吧？这行情走出来了，那谁不会知道那里是底能够去买进呢？如果你是新朋友，第一次来到直播间，那么阿哲觉得你对我有误会呢，肯定的，没有人呢敢说一定能抄底和逃顶的。但是如果你是老朋友，你应该知道阿哲此前不管是公开的视频，还是在我们内部的课程当中，都有讲过一个关于 K 线、关于技术面怎么样去抄到本次低点的方法啊。相信呢，如果你是老朋友，并且一直听阿哲的直播和看阿哲的视频，你绝对会知道。那么在讲本次行情怎么识别风险之前，我们回顾一下这个技巧。好，那么我们把图片啊，我们把这个图案放大一下，大家看到图中，如果你是新朋友，那么也可以呢在今天来到阿哲直播间，算是一个缘分。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啊右下角直播间的下方可以点个订阅啊，以后呢你可以经常来看阿哲。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技巧是什么技巧这个技巧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对于股市当中的价格其实有识别股价加速和减速的一个作用。大家看到图中，我们什么时候会发觉，什么时候会认为市场当中
会出现加速和减速呢？好，目前呢看到丫丫、破晓、喜乐进行签到了。如果你是来到直播间，并且现在能够看到阿哲的画面、声音一切正常的，可以回复个1，我们做一下签到。那阿哲看一下有多少朋友来到直播间了。来，我们看到图中这是什么呢？好，好，欢迎大家的到来。来看到图中，这是不是一个缺口？当2天的价格出现了跳空的时候，就是2天的价格它没有相交，就今天的价格和昨天的价格相差很远，两者之间没有相同的价格。比如说昨天的价格可能是5块到6块而今天的价格呢，可能就是一个3块到4块两者之间完全没有交集，这种叫跳空缺口有可能向上，有可能向下。它表示是短期内价格的突然加速某一方多空或多方或空方突然之间剧烈的看好或看空，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价格形态代表市场处于一种加速的状态。那么加速的状态一般在长时间下跌或长时间上涨后出现了，一般就会出现一些反转，这是价格表现是加速的。那么如果两者之间看到这里，如果2个价格之间，阿哲现在讲的就是前期你怎么买在这个低点的技巧了我们今天会讲如何用 K 线蜡烛图做交易就纯粹只看 K 线去做交易能不能行它会不会比你看消息面，比你看政策要更加及时，短线上会不会更加友好，能够让你去把握。好，我们先给大家去讲一下这一点。好，来看到图中，刚才我们说了，当2个价格2天之间价格它并没有交集，叫跳空，叫加速。那如果这2天的价格它完全的交集呢，就是今天的价格完全就在昨天的价格之中运行呢，说明什么？说明它没有出现加速，它这种叫做减速的行为如果说跳空的缺口是一辆汽车踩了一下油门加速了，那么出现这样的 K 线，今天的价格完全被昨天的价格所包含，那么就说明今天的投资者他不敢尝试跟昨天不一样的价格区间，这种叫做徘徊的现象，投资者有些迷茫，不敢选择继续向下或继续向上，这种叫做减速。所以当你发现如果市场当中出现了那么一根 K 线这根 K 线的价格被昨天的价格完全的给包裹了，包揽了，那么说明当前的市场在短线上方向要再次的选择，它是一个当前方向的减速现象，你可以叫它一个什么刹车动作是一个刹车动作。好，那么一般来讲我们要求的是今天的所有价格被昨天的价格最好是实体包住这叫严格的一个刹车。有时候你会看到是可能今天的影线最高点最低一点没有被包住这种叫做相对宽松的一个刹车。好，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这里当时也不是当时吧，就本周出现了这2根 K 线。好，这个位置它是不是就属于一种刹车动作，并且第2天这根 K 线的最高价和它的最低价是不是都被昨天这根阴线的实体完全包住了，它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包线，它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刹车。那么如果你发现了这种动作，并且还是在下跌短期快速下跌中发现，那么这种刹车告诉你本次的下跌将很容易在这里结束阿哲呢稍后会告诉你当你判断出这种刹车之后你怎么去做交易，怎么知道它的刹车是会真正的转向还是会继续往下或者继续原来的方向。我们先把这一个刹车的动作识别好好，我们再看到图中，比如说这是纳斯达克指数图大家注意了，你可以看看阿哲的最顶上是一个纳斯达克指数图。好，看到这两根 K 线它算不算是一个刹车？如果它也是刹车的话，你可以回复一个1如果你觉得它不是一个刹车动作，你可以回复个2。来，我们看到图中现在这个行情下它是不是刹车动作如果你觉得是
可以回复1啊，不是呢回复个2啊。欢迎呢各位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啊，看到呢有挺多老朋友的。那么老朋友的话呢，也记得帮阿哲啊直播间的活跃一下气氛，可以点点赞啊。如果是新朋友呢，那么也记得啊可以来到直播间，我们认真学习。今天阿哲呢会讲一下怎么用 K 线来做交易，怎么样呢在美股当下行情中呢去更好的把握一些机会，或者说躲过一些风险。如果你觉得阿哲讲的内容对你有帮助，也不要忘记可以点个订阅啊，以后呢阿哲的视频直播你可以及时的发现观看啊。好，那么很明显的是什么呀？是不是2号 K 线啊？就是今天的 K 线被昨天的 K 线完全包裹住了，这叫一个刹车。你会发现前面是不是涨得好好的？正常的市场如果处于短线强势的上涨，它是不是应该价格抬高啊？我们不管涨跌，你会发现它的价格应该是抬高的，这种叫做一个上升趋势当中正常的运行。因为它是短期内处于上涨的趋势，每天呢有同样的一批投资者，可能是散户，可能是大资金，他在尝试冲击更高的价格，因为他对未来呢有一个更多的看法，他对未来呢有一个看好，所以他会每天呢在尝试冲击一个更高的价格啊。通过蜡烛图背后的秘密，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一点。好，你会发现正常就是应该冲击更高的价格，这是没问题的，说明它一直呢创新高，那么一直呢有一些人呢在很积极的探索更高的价位啊，有一笔资金不停的每天都在进行买高啊，这说明这个上涨是没有问题的，短线来看没有问题，不管消息面，不管政策怎么样说，它只要一直创新高，那这一波上涨呢至少短线是没问题的。好，但你会发现到了这一天，它是不是出现了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就是不创新高了，它也不创新低了。好，这个动作如果在一波短线上涨中出现，我们就叫做这里的行情被踩了一下刹车，它减速了啊。比如说你开车开在路上啊，本来呢开好好的，我匀速的在前行啊，突然之间有个减速带啊，那么这个时候我是不是要刹车一下？我踩一下刹车，是吧？过一下减速带。但有时候呢，它只是减速带过完之后，它可能还能继续加速，加油门继续往上冲，是吧？所以它还有可能继续上涨。减速之后是可以继续沿着当前的方向继续上涨的，而同时它有可能不只是减速带，它可能是一个十字路口，它可能是一个掉头的位置啊，它这个减速之后可能就掉头了，所以它有可能出现在2个位置，一个就是短线行情的顶和底，一个是上涨下跌当中的中继行情，就是可能中间的位置。那很明显你会看到的是在本次的纳斯达克指数当中，它这2个地方所出现的减速动作其实都是什么呀？都是一个十字路口啊，就是遇到了上涨中遇到这一个刹车啊，我们叫刹车的一个组合，它是不是拐头向下？好，下跌当中是不是又出现了一个刹车的组合，然后拐头向上？你会发现的是，这一波上涨只出现了1次刹车动作，这一波下跌呢，是吧？它也只出现了1次严格的刹车动作。如果你说阿哲这个方法这个技巧我早点就跟你学，我早点听到了，那这一波高点我会被套住吗？不会啊，我会在这个时候还去买进吗？不会。那这一波下跌我会在这里去割肉吗？也不会，因为我知道它刹车了啊。我会在这里错过行情吗？也同样不会啊。这个方法阿哲在本周甚至是上周周末的时候就开始讲了，讲到现在。所以看 K 线能不能做好交易，看 K 线能不能够让你得到一些别人不知道的消息，阿哲觉得是可以的啊。这些都是公开透明的价格，但是你能从中分析出什么，就看个人的本事。所以有朋友说蜡烛图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东西，所以它无效。蜡烛图价格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但技巧，但里面包含的信息、解读、数据的分析，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水平。所以现在直播间的朋友们，你就知道了，原来这叫刹车动作。好，我们同样的看一下之前这里，之前这个高点纳斯达克指数18571.07，这个位置是不是同样出现了这样一组 K 线就2根 K 线，这2根 K 线可能就可以让你暴富，可能也会让你大亏
好，就这2根 K 线啊，这一根 K 线当天是不是当天它的所有价格被昨天的实体给包住了？这叫严格，就是严格的版本，就是一个刹车键啊，它踩的力度，就是它本次刹车的力度啊，是用的劲比较大还是比较小？如果你发现，这一天它的最高点、最低点，它的所有价格都被昨天的实体，注意是实体啊，实体完全的吃掉了，这种刹车力度呢是最强的啊，是最强的。好，看到这里，这个位置它算不算刹车？如果你觉得它算是刹车的话，可以回复个 yes 啊；如果你觉得它不是刹车，回复个 no 啊。好，看到这里，它能不能也算是一种刹车啊？如果你是刚到直播间的朋友，阿哲今天的刚开播，现在讲的是第一个内容，就是用这一个 K 线看到市场刹车啊。我们怎么样呢？比消息面甚至比政策面更快的把握到一个顶底，只看 K 线能不能做到？这是今天我们贯穿全场直播的主题。如果你对于技术面是感兴趣的，并且你是第一次来到阿哲直播间，你可以在下方点个关注啊，以后呢可以多来听课。阿哲相信，单纯是今天第一个知识点你学会了，你今天就没白来啊。有些朋友呢，可能现在在早上，我们是全球的直播啊，你可能在早上啊，你可能现在呢还很困啊，但是你只要这个内容听到了，你今天没有白起啊。如果你现在是晚上，你很晚了，你准备睡觉了，你睡前打开直播间听到这个知识点，好，那么你也没有白来。好，我们看到这里，刚来是吧？好，有朋友刚来。好，我们看到这一天，它的实体被昨天的实体包裹了，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它也是一个减速动作，大家注意了，它也是一个减速动作。我们说了，只要今天的实体被昨天的实体包住了，就叫减速，但是它属于严格的减速吗？它不是，它是一个宽松的减速啊，它只是略微踩了一下刹车啊，因为它昨天它的最高价没有被吃掉啊，所以它这个刹车两者之间的力度之间是有差别的啊。有时候你会觉得很简单，但是呢它在市场当中有很多变化啊。一个刹车呢是踩死了啊，直接掉头了啊，一个刹车呢只是略微的减一下速度啊，本次下跌当中稍微减一下速度啊，继续下跌啊，所以你会发现的是这一个刹车键啊，它出现的频率高吗？并不高，是吧？并不高啊，而且很有效啊，但是它不是出现之后一定会见顶和见底啊，因为刹车之后究竟是掉头向下向上啊，走十字路口，它还是呢会继续往某个方向前行啊。我们看到这里是不是下跌过程当中出现一个刹车，是吧？下跌过程当中出现一个刹车，但是这个刹车呢有用吗？没用啊，依旧继续下跌。所以我们要分清楚什么样的刹车它会继续往前走啊，或者说它只是刹车后面还会加油啊，有什么样的刹车呢？它就是真的是掉头了。好，那么这里我们看到，当出现了两根 K 线啊，两根 K 线，不管是严格的还是宽松的，它只要出现这两根 K 线，今天的价格被昨天的价格包裹啊，全部包裹叫严格，部分包裹呢叫宽松。好，包裹之后啊，刚来到直播间刚听的朋友们要注意了，你最好呢记下来。我们把2号 K 线，它这根 K 线啊，它的最高价和最低价做一个行情的分界。一般刹车踩完之后，我们要知道它是往前继续开，还是掉头走其他的方向，关键就在这根 K 线。一旦价格开始往上运行，就说明本次的刹车它大概率阿哲说有60%的把握，就当它走完这一步就往上突破这根 K 线，阿哲告诉你这里有60%的把握，它确实是走了一个十字路口，它要拐头了。而如果它是往下运行，就是下跌当中啊，比如说本次的下跌当中，它出现了这两根 K 线啊，这两根 K 线，好，如果出现的是下跌破位，那么说明大概率它刹车之后还得再往下开车啊，甚至是加油啊，这一点你要注意了，就是一旦这根 K 线高低点被破，上破则表示60%把握向上，下破则表示60%把握向下。好，关于这一点没有问题吧？这是第一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如果听得明白你接收到阿哲这个信号了，你可以回复一个6
回复个6。如果你是刚来的直播间没关系，阿哲呢对其他方面没有什么太多的信心，但是对于交易和教学这2个方面，阿哲是有信心的。你来到直播间，阿哲会的，有把握交易能够用得到的会教给你，同时我有把握把你教会这是阿哲教了几千人之后的经验我不信教不会所以你只要愿意花一点时间在直播间，如果你是新朋友，可以在下方点个订阅，以后多来听多来学，你绝对能够学得会阿哲所教你的在市场当中有效能够用到的技巧包括这一个位置这个点位这个技巧，你说阿哲是行情走过之后才告诉你的吗？如果你是老朋友，你会知道阿哲这一个方法在上周就讲了，你去翻一下阿哲频道公开的视频，每一期的行情视频就在我的频道首页，你可以去看近期的2到3个视频，阿哲都有讲到市场的解析这一个包线的使用，不管是公开的还是非公开的都有讲到。今天呢只是为了一些新朋友可能再教学一下，下次遇见了你要知道一些老朋友呢你可以做个复习有朋友说这个破位的线怎么看你是说怎么确认破位是吧？一般来讲我们会把这一个收盘加突破才叫做有效的方向选择，就是它要收盘突破比如说这里收盘突破，在这一天我们认为60%把握它会向上。好，那既然60%把握会向上，也就是说它有可能更高的概率达到会继续向上的可能，那么就是把这根 K 线的高点也突破这一天这一根阳线的高点，说明有60%把握向上突破这一根更高的 K 线的高点，说明有80%的把握它会继续向上。这是短线的拐头方向，你会发现是不是连续的2天突破，它越快突破越好越快突破越好，徘徊太久就不行了，徘徊太久的话就说明多空双方在这里都很弱如果越快突破，说明多方短线越强，越容易转势所以第一天它形成包线之后，第一天就突破了，好，第2天又突破了这里呢你就会知道大概率它延续向上，这里是一个拐头方向，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减速带包括前面这里，当你出现了一根 K 线被昨天的 K 线都给包含住了，那么说明这一根 K 线它是关键的，它的低点如果被跌破，你有60%把握它将向下走，是吧？这一天出现跌破而且它还把前面这根阴线的低点跌破了，说明什么呀？大概率这里是风险，后面是不是短期容易下跌你说出现包线我开始小心，如果前面你说我前面已经赚了一波了这个7、8月份这一波反弹，8月初这一波反弹我已经赚了钱了，我看到包线出现，我知道市场要减速了，它的方向选择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看到这2根 K 线，我是不是就应该先获利了结，我先慢慢的减仓，如果它突破了，好，我把仓位再接回来，如果它跌破了，我彻底清仓这是短线上我们要去注意的包括现在这一次也一样呀，这一次下跌的时候，我通过前面的包线是不是成功逃顶了？好，那这一波下跌的时候，我是不是应该看到包线之后，你不应该再做空了我前面做空有了利润，好，看到减速带了，我就不应该做空了。等到突破之后呢，好，我要做多了，是吧？简单2根 K 线，你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现在直播间我们23个人，你要注意了，你现在就掌握了别人所不会的内容，这个内容记到你的脑海当中，因为它下次还会再次出现，而有一大批人他还是不懂这个技巧，而他只要不懂这个技巧，我们就能够在透明的公开的消息面当中得到一些什么信息差。 K 线所有人都能看到又如何呢K 线你能看得到又怎么样呢？你看得懂吗？你每天只会看开盘收盘跌了涨了其他的你不知道，但我们还能在 K 线当中分析出更多的消息，更多的信息，那么你就得到了这一个信息差，那么你能赚钱，而别人就赚不到这份钱。当你每看懂一根 K 线，你就比别人多一份机会好，我们看到这里，看到上方这里是不是有2根 K 线？好，这2根 K 线出现之后，
我们是不是看到它有突破上面吗？它没有往上突破，它做了一个假动作，反弹了一下，它没突破向上。刹车动作是否跟 MACD 结合？其实 K 线的技巧你跟很多东西都能结合，你说成交量啊，你说 OBV， 你说均线 KDJ 这些都没问题啊。但是像裸 K 技巧，很多人学了之后也不单纯只看 K 线啊，它也可以结合其他的东西去增强它的有效性，都没有问题。但阿哲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裸 K 怎么交易啊，所以呢，其他的内容，比如说成交量能看吗？也可以呀。你说我会看成交量，再加上我会看 K 线，我还会看指标，那么是不是信号会更加明确啊？一样的啊。不过阿哲今天公开课我们就只看 K 线。好，那它不能突破，而是选择跳空加速向下跌。大家注意了，刹车之后往某个方向出现跳空了，那阿哲只能说，你这个时候不是80%了，你有90%的把握。啊，特别前面是涨得特别高的时候，你有90%的把握，因为这代表什么？代表刹车之后它又加油了，而加油的方向很关键。如果刹车之后是往上跳空的，好，它刹车之后又加速了，往前冲啊，注意了，刹车之后再加速是很关键的动作，刹车之后往前冲，那么90%把握它就是继续往上。好，如果刹车动作之后它是往下跳空，往下加速呢？你有90%的把握啊，不是80%了，是90%的把握，它会往下加速。那你看到这一个加速动作，是不是它有突破吗？没突破，而是往下加速。你会知道的是，它要原来的方向继续走了，而且是加速的走啊。你会发现这些是不是都是加速啊？都是加速啊，这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一个什么？你怎么样通过2根 K 线买到这个低点？啊，买到这个低点，你怎么通过2根 K 买到这个低点？你怎么通过2根 K 线卖到这个高点？你说阿哲，我看消息面，我看基本面，我去听政策，放心吧，只要市场处于一个良好的上涨，啊，它2天走出来的 K 线不足以让你发现政策面的变化和消息面的变化。当时在这2根 K 线的位置，阿哲可以跟你打赌，绝对没有什么利空，或者说当时绝对也有一些利好。但是你怎么分辨这里是风险呢？是吧？普通的散户怎么通过消息和政策短期分析出这里是风险呢？你做不到，但 K 线可以但公开的蜡烛图可以。那你在这个位置真的能通过一些消息面，通过一些政策面分析出这里是底吗？也不行所以我们刚才说了，有3种底，一种叫政策底一种呢叫做消息面消息面的底信息面的底。好，一种呢叫技术面的底，而能够让散户去把握真正能够买到相对低位和卖到高位的，这种顶底一般是技术面的顶底所以你必须要去掌握用技术面看到市场的顶底的技巧，它才有可能让你买到这一天也有可能让你卖到后续的一个高点上。我们等等也会给他去讲怎么用 K 线，怎么样用蜡烛图发现这一波上涨它其实是有风险的，它没有那么美好如果前面第一点你用这个方法买进的朋友这个方法阿哲在1周前一直讲到现在还在讲如果你是1周前听的，你会知道阿哲呢不是事后诸葛亮事前猪一样，是吧？阿哲不是那样的，1周前就在讲，1周后你听到了，说明什么？说明你来晚了，但是你晚来总比不来好，你晚学到这个技巧总比不学到这个技巧好所以现在如果你是新朋友，也记得可以订阅阿哲频道，有些技巧你现在掌握，未来可以用得上。如果你之前没听到，现在听到了也没学会，好，未来遇到同样的行情，你同样可能会被套住，可能也买不进去顶底之间你还是不懂所以呢，我们稍后会讲一下这一波上涨究竟怎么通过 K 线来发现它的问题所在，以及未来短线的风险和机会怎么样用 K 线来去把握。好，刚才讲了这2个刹车的 K 线，是吧？2个刹车的 K 线，一根 K 线当天的价格被昨天的价格完全的给包裹住了，这叫做刹车我们讲的相对专业一点叫包线就包裹的包线包裹的 K 线。好，对于这一个内容，我们今天的第一部分如果你清楚了，你可以回复一个1回复个1。
如果还有疑问的，也可以呢在我们的一个评论区打出你的疑问。今天我们要学的内容比较多啊，所以阿哲呢刚才用30分钟简单的复习了一下之前讲到的一个内容，包线啊，这是我们在上周就讲到的内容，稍后呢会有一些新的内容。好，我看到呢有许多新的朋友来到直播间，如果你是还没有订阅阿哲的，记得点个订阅啊，关注阿哲频道，未来呢阿哲的直播视频你都可以认真的学习到。同样呢当前在今天直播间，如果你订阅了阿哲对于粉丝朋友有一些福利。刚才我们说了政策底、政策顶这些，如果你不会的，或者说你不是特别专业的投资者，通过政策面、消息面你是很难去把握到顶底的。但技术面它是能让你更快速的去把握到一波行情的顶部和底部但是它需要你去掌握一些不为人知的方法，它需要你在技术面上比别人看得更多知道的更多，你才有可能在公开透明的市场当中用一些寻常的消息信息能够分析出市场要见底了、见顶了所以这需要很多的学习，很多的经验积累，它不是简单一节直播、一节课就能让你完全掌握的